2025年对于正在申请或者关注加拿大移民的人来说呢，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啊，因为这一年将会发生一次颠覆性的联邦大选。毫无疑问啊，保守党将取代已经执政了将近10年的自由党。加拿大的国家层面的治理及意识形态呢，都会从中间偏左转向中间偏右。而在这种左右摇摆、进步与保守的风向之争上呢，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的改变呢，显然是所有人都在关注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呢，绝不亚于经济、福利等民生话题。移民呢，对于传统的民族国家来说呀，可能它的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但是呢，对于美加澳新这4个移民国家啊，移民的政策是关乎国家命脉的立国之本，尤其是移民比例最高的加拿大更是重要。那么保守党上台之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到底会怎么改？移民配额是增是减？会不会再次执行恐怖的一刀切？500万的临时居民又要何去何从？预计会有哪些机遇？又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今天呢，我们就来给您一次性聊透。关注加拿大政局的朋友啊，都会有一个共识：伴随着小特鲁多的辞职呢，以及自由党的近乎崩溃啊，2025年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保守党获胜呢，已经是没有悬念了，甚至有极大的可能是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根据338 Canada 最新的一个民调统计呢，目前保守党的支持率呢已经是达到了45%啊，众议院中呢将获得237个席位。当然啊，议会席位的预测呢是有一定误差的，但是这个误差呢也是在211席到258席之间浮动。而获得议会的这个多数党呢，只要获得172个席位即可。反观自由党呢，支持率已经是跌到了21%，议会的席位呢，很有可能只获得37个，甚至在大选中呢，很有可能出现戏剧性的一幕。那么自由党将会遭遇自成立以来历史上得票数最低的一次惨败。那么之前自由党的得票数最低呢，是发生在2011年的大选。那么当时面对风头正劲的这个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呢，自由党只获得了34个席位啊，沦落为第3政党，连官方的反对党的位置都被 NDP 给抢走了。也正是2011年的大选，自由党的惨败，也造就了保守党一次极其珍贵的多数政府。我们都知道啊，本届小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呢是在2015年上任的而在这之前的将近10年中呢，都是保守党的哈珀政府。哈珀的保守党呢是在2006年大选获胜成为执政党，但是啊，当时并没有形成多数政府，处处是受制于人。于是呢，在2年后的2008年，哈珀主动要求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但呢，2008年的大选呢，保守党依然没有赢得多数政府。终于在2011年啊，哈珀的保守党政府的财政预算并没有通过啊，触发了不信任投票，再次提前大选。但是呢，正是在2011年的大选中，自由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而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呢，也终于赢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所以啊，哈珀的保守党政府执政是从2006年2月一直到2015年11月，9年多的时间。那么前4年多，将近5年呢是少数政府，后面4年多呢是多数政府。我为什么要在预测移民政策之前跟大家说这段加拿大过往的执政历史呢？一是想让大家对近20年的加拿大政局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想要预测移民政策呢，就必须要熟知政局。那么第二呢，就是2011年的多数政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对我们后面分析保守党的移民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基于目前的形势啊，还有2个背景大家需要了解。首先呢，保守党不但会在本次大选中获胜，而且还会长期执政，在2029年的大选中呢会继续胜利。因为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大选中如果一个政党首次执政就获得多数政府的胜利，一般情况下呢都会在下一次大选中继续获胜。加拿大历史上只有2次例外，一次是1878年的大选啊，自由党的多数政府失利；另外一次呢是在1963年大选中啊，保守党的多数政府失败。除了这2个年代久远的特例啊，所有首次当选的多数政府都能够在第2次大选中继续获胜。但呢，第2次获胜是不是依然是多数政府，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啊，我们不能够保证目前的这个保守党政府能够一直执政8年，但至少是4年以上。
另外一个背景就更加重要了，我们要了解保守党的一些基本态度和个性，也就是不论哪一届保守党政府执政啊，都不太会改变的一个基础。在加拿大建国至今的157年当中啊，向来都是自由党跟保守党轮流执政，从未出现过第三个执政党。自由党呢，总共是执政了88年，保守党呢是执政了69年。当然啊，这个年份只能是粗略的统计，因为加拿大的大选呢，并不像美国一样是这个整4年一次大选。加拿大采用的呢是类似于英国的一个新西敏的一个政治体系，大选和执政时间的不确定性呢，比美国要大了很多。就比如啊，有的政府可能执政了6年零3个月，有的政府呢就只执政了几个月，所以上面的统计啊就是一个大概的比例。但是呢，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保守党在加拿大联邦的政坛中，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在野党的位置，其实呢比自由党要稍显弱势的。而这个稍显弱势的地位呢，也让保守党更多的是以一个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就比如现在的加拿大啊，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已经执政了将近10年，那么国家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保守党自然要改革，要纠偏，要重新把加拿大带入正确的轨道。这不光是政治光谱的问题啊，更是赢得选民的一个基本常识。而保守党在过往给加拿大带来过哪些的改革，这是一个极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先不去说这个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单说移民。加拿大的现代移民体系的建立呢，一个标志就是2002年推出的 ERPA， 也就是移民和难民保护法。这部法律啊，可以说是加拿大移民体系的一个宪法和根基。ERPA 的推出呢，是自由党的让·克雷蒂安政府呢是主导的啊，但是呢是在2006年到2015年的这个哈珀的保守党政府期间呢，进行了一个多次的修改。其中呢，对现在影响最大的有2个改变，一个就是最大化的加强了部长指令的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推出了 Express Entry 技术移民系统。所谓部长指令啊，简单来说就是法律赋予移民部长一个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可以呢随时调整移民政策，包括移民配额、项目的建立、具体要求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呢，只需要部长的一纸命令啊，不需要通过国会的批准。而修改 ERPA 赋予部长指令极大的权力呢，是发生在2012年，也就是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成为多数政府啊，时任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的任期。Jason Kenney 啊，是加拿大历史上可以说最出名，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任移民部长啊，从2008年一直到2013年，前所未有的做了5年的移民部长。其中啊，他被公认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修改移民法啊，从而赋予了部长指令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使得呢，加拿大的移民体系与美国走上了2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们都知道，美国现有的移民体系呢，是根据1990年的移民法建立的。这个90年的美国的移民法呢，对所有的移民项目要求、人数配额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就比如我们熟悉的EB1到EB5的职业类移民、H1B 工签以及亲属担保移民等等等等，都是从1990年实行至今啊，基本上没有变过。虽然后面移民法呀也进行过少量的修改，但是呢，大多数针对突发情况进行的一个边境和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修订。而针对移民项目啊，美国是35年都没有变过。所以您看啊，美国的移民虽然极其的艰难啊，但是呢却异常的稳定。如果真的是优秀的人才，哪怕是熬的年头多一点啊，最后一定是可以拿到美国绿卡的。比如说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移民马斯克。但是您要问美国的移民体系难道就没有一点过时吗？政府就不想拥有更大的掌控力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法律啊，每一个移民项目的配额和具体要求都是写入法律当中的，所以改变起来非常的困难，要总统、众议院、参议院3方面全部通过才有可能实现修改。当然了，这个现任的特朗普总统呢，这个所在的共和党不但是赢得了总统，而且还是众议院、参议院2院的多数党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所以啊，90年实行的移民法，在这个后面很有可能在特朗普的任期得以大幅的修改。而加拿大呢，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番场景。
加拿大的移民法呢，也就是 ERPA， 只是对移民的最基本原则做出了规定，而具体到每年到底招多少移民，设立什么样的移民项目，各自的要求是什么，完全是由部长指令说了算啊。用个略带贬义的词形容，就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尤其在最近10年的自由党执政中呢，再次加强了部长指令的一个权利啊。您看自由党啊，自己能力太差，再加上没有监督机制，才导致昏招不断。过去几年啊，临时居民暴增。而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呢，移民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一年发布了几十个移民政策的改变。那么现在别说是申请者啊，就是移民局的官员也搞不清楚最新的政策。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呢，就是前保守党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的这个部长指令。我们没办法去评价部长指令这种赋予移民局最大权力的法律到底是好是坏啊。我们只能说，如果这样一个权力落在一个聪明理智的政府手中，那么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最灵活有力的移民政策，吸引来最符合当下的高素质移民。但如果放在现任小特鲁多的手中，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政治工具和收割移民韭菜的镰刀啊，直接导致了现在加拿大的移民困境。我们再回到2012年的保守党政府啊，正是部长指令的一个松绑呢，让 Jason Kenney 领导的移民部做出了一个加拿大移民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决策，那么就是取消所有2008年2月27日之前的技术移民申请。这也直接导致28万份申请被退回。为此呢，移民部还不惜返还了总计1.3亿加元的申请费。随后啊，Jason Kenney更是直接取消了之前积压的6.6万个联邦投资移民申请，其中呢，中国人申请就达到了5.7万。这是2次史无前例的放眼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移民项目被取消的案例啊，数十万移民家庭受到冲击。而由此呢，保守党政府对待移民的态度上，也直接被大家冠以最形象的3个字：一刀切。所以啊，我们上面讲了这么多，你应该可以看出保守党是多么的热衷和擅长改革，是多么的不惜代价。用改革和强硬来形容保守党的移民态度呢，我想是准确的。但是啊，问题也就来了。这就一定代表从2025年开始的伯利治保守党时代，移民政策会全面收紧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需要再来分析一下当年的2次一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其实原因说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申请的积压太多了，远远超过移民部的审核能力和每年的移民配额。2012年，加拿大联邦技术移民的年度总配额是5.5万人。但您看啊，单单是4年之前的积压案例，也就是2008年之前申请的积压就有28万之多。您说这还怎么审呢？而这时候啊，您可能产生疑问了：2012年执行的技术移民一刀切，为什么只切掉2008年之前的？08年到12年之间4年的申请人为什么不受影响呢？我来告诉您答案啊。在2008年之前，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呢申请极为的宽松，没有职业限制，有的呢更不需要语言成绩，只需要有个大专学历就可以申请。甚至啊，联邦对于这个项目没有明确的封顶的名额限制，这也直接导致大量的申请人涌入啊，从而产生积压。而2008年之后呢，移民部开始对移民进行职业限制啊，只邀请当时加拿大紧缺的职业，而对技术移民的总人数呢，也进行了一个封顶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啊，2008年之前的加拿大技术移民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管理体系，也直接导致了2012年的大崩溃和一刀切。而投资移民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呢，是在1986年就设立了啊，比美国的1:5投资移民还要早4年。其原理呢，就是申请人借给加拿大政府一笔钱，5年之后返还，而以此呢，就能换来加拿大的移民身份。最一开始的时候啊，投资额要求是40万加元，后来呢是涨到了80万。但是呢，这个项目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对申请数量进行限制，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申请我都接。但是呢，每年最终发放的移民数量却是固定的啊，只有700人。
您想想，到2014年的时候，已经积压了6.6万个投资移民申请，但最终的移民配额每年却只有700人啊，这要将近10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消化。这时候除了一刀切，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随着部长指令的权力的不断的扩大，以及2次一刀切的清理积压，2013年的时候呢，保守党的移民局推出了一个全新的 SUV 创业移民，以取代濒临崩溃的投资移民项目。一直到今天 ，SUV 呢已经走到了12年啊，也是加拿大联邦目前唯一一个创业类的这个商业移民项目。而在技术移民方面呢，2013年、14年，保守党呢相继出台了51新政和54新政啊，对特定职业的技术移民呢进行定向的邀请。我身边呢相当多的老移民呢，也都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而更关键的是呢，2015年的1月1号啊 ，Express Entry 意义快速通道推出。这是加拿大技术移民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部长指令赋予移民部权力后呢最正面的一次改革。意义为什么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移民申请系统呢？其原因就是因为之前的移民申请采用的都是先到先得的申请方式，也就是说移民局设定要求，凡是符合要求的人都可以提交申请。那么谁将最后取胜呢？完全是按照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抢名额。这种方式有2个问题：一是先到先得没办法筛选出最优秀的申请人；二是呢，你没有办法预估有多少个申请，所以呢，后面就有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积压。而 Express Entry 的这个原理呢，则完全不同啊！所有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呢，不能够直接申请，只能够先提交一个申请意向，也就是 EUI 啊，英文叫做 Expression of Interest 啊。移民局每隔一段时间呢，在池子里筛选分数最高的申请人，发放邀请，也就是择优录取。就比如目前池子里有5万个符合要求的申请人，那么移民局呢每次呢只要求2000个分数最高的人。这样一来前面提到的2个问题也一下子迎刃而解啊！不但选拔出的申请人呢一定是综合条件最高的，而且呢还不会有任何的积压产生，因为只有移民局邀请的人才能够申请。那么到底邀请多少人呢？完全是移民局掌控的。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加拿大的移民体系设计其实要比美国落后很多。人家1990年制定的移民法到现在都没有变过，30多年后依然适用现在的情况。而加拿大的移民体系呢，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不但当年出现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大范围一刀切的惨剧到现在也还是一团乱麻。但是呢，这个2015年推出的 Express Entry 可以说是非常的公平、非常的先进的一个移民选拔系统。到现在呢，也依然是加拿大移民体系的一个旗舰。近10年来为加拿大带来了近70万的高素质技术移民。Express Entry 快速通道呢，自然也成为上一届哈珀保守党政府，当然也就是时任移民部长 Jason Kenney 其在移民问题上最大的政治遗产之一当然，另外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部长指令。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历史的东西其实就是想说明保守党在移民政策上最大的特点——变革。其实在当下的移民乱局之下呢，伯利治带领的保守党再次执政，变是一定的，而且会有巨变。下面我们就进入关键的部分保守党将会给移民政策带来哪些改变？说实话预测未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了解了历史和现状之后，用逻辑来分析未来，我觉得会逐渐得出一个大致的轮廓首先，第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再次的一刀切？我的看法是会有，但只限定于在少数领域。我们都知道一刀切是政府应对无法解决的移民积压的最后一步棋，是逼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后面会引发无数的争议和诉讼。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根据2024年9月份移民局内部积压的一个数据目前主要的经济类移民积压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现在加拿大的移民体系呢，大多采用的是 EUI 打分的一个机制，
技术类移民呢，都是根据配额的使用情况来发放邀请啊，已经不太会产生不可调和的一个积压。但是呢，在少数几个项目上，积压还是非常严重的，值得关注。你比如说难民、庇护和人道主义移民这3大类项目啊，截止到2024年9月份，总共是积压了有295852人。而其中啊，最关键的是，人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庇护申请者就已经达到了18.5万。根据自由党对2025年的移民规划呢，庇护的配额呢，在2025年只有2万，26年呢更是将减到1.8万。这就意味着啊，仅目前的库存就要消化10年。而庇护申请者呢，一旦提交申请，不但很大的可能呢会获得工作签证，甚至呢有可能会领到远超国民待遇的难民福利。这对于加拿大财政呢将是极大的一笔负担。这还没完啊！以上我们算的18.5万庇护申请者呢，只是截止到2024年的9月份。那么未来随着这个保守党移民政策的一个收紧呢，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无法移民的群体选择庇护这条路。能不能批无所谓啊，只要能够延续工签，能够拿福利，甚至只要能够在加拿大待下去就行。所以呢，目前公认的预测，保守党上台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问题，甚至呢，有可能会实行一刀切。道理啊，非常的简单。审理难民和庇护的机构呢，是叫做 IRB 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啊。每一个庇护申请者呢，都要经过 IRB 的移民法庭的一个审理。你想想啊，18.5万的申请 ，IRB 在全国一共就4个办公室啊，要一个个开庭开到什么时候，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另外啊，减少难民和庇护的申请呢，也是加拿大目前的民心所向。本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呢也屡创新高，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接受难民了。好，我们再来说第2个问题啊，总体的移民配额会增加还是会减少？简单来说啊，我的判断是，总的移民人数可能还要小幅的减少。我给大家来看一张图啊，加拿大每年批准的 PR 数量，从1990年开始呢，加拿大的移民数量每年都基本保持在20万以上。到了2016年的特鲁多的自由党开始执政呢，数量上升到30多万，而疫情过后的2021年开始，那么则涨到了40多万。2023年呢，则是47万，2024年是49万，达到历史的一个顶峰。但是呢，为了适应民意的转变呢，自由党政府呢也开始转向，调整了25、26、27、3年的一个规划，将移民的目标呢分别降低到每年39.5万、38万和36万啊，降幅呢是超过了20%。我曾经做过节目，详细讨论过这个调整啊。简单来说呢，就是矫枉过正。加拿大的移民问题根本不是出在永久居民，每年50万的移民也一点都不多。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人口出生屡创新低的加拿大来说呢，50万的移民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但是加拿大的问题啊，是出在了临时居民啊。自由党为了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呢，引来了超过500万的临时居民。但又无法给这个群体解决移民身份，只想收割不想回报，所以才导致了社会的种种乱象，以及民意对于移民态度的一个反转。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最稳妥的一个办法呀，就是一方面要疏导那些完全不符合这个移民条件的人尽快离开加拿大，另外一个方面啊，则要继续加大永久居民的一个数量啊，尽可能多的把临时居民变为永久居民，让他们稳定的融入社会。我们举个例子呀，你比如说洪水来了，我们一方面要泄洪啊，让一部分的大水流到各种小的支流当中，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拓宽河道，让更多的水能够顺利顺畅的流过，从而不会决堤，这就是疏。但是自由党采取的办法呢，则是缩窄河道，甚至是要堵死河道，是典型的堵啊，企图堵住洪水，让水自己消失。那么这怎么可能呢？500万的临时居民啊，有一半都是来自于南亚。那么这些家庭都是抵押了田地，向银行贷款来加拿大留学务工，背了一辈子都还不起的债务，就是为了移民加拿大。他们又怎么会自动放弃？
话题说到这儿又扯远了啊！一说到加拿大的这个移民问题，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不去剖析问题的本质，直接说表象。现在加拿大的民意呢，在政府的引导下呢，开始反对移民了，认为移民是拉垮了加拿大经济，抢占了工作、房子和医院，移民是导致加拿大衰退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样的民意下呀，未来的保守党政府很难是逆势而为，再去增加自由党已经拉低的移民配额。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民的难度会继续加大。保守党的移民态度呢，除了改革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特点是务实。我们预计啊，保守党会把原来的难民和亲属团聚移民的配额大幅的降低，从而加大经济类移民的数量。Express Entry 我们先不用说哈，这是保守党的政治遗产，一定会加强啊。意义中选拔出的移民呢，也被公认是素质最高的移民群体。另外一个会增加配额的呢，则是省提名啊。在自由党未来3年的规划当中啊，他把省提名的移民数量直接砍半。2025年的元月啊，各省也相继收到了联邦移民局最新的一个省提名配额，全部砍半。各省移民局啊是哀鸿遍野，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省提名配额还要减半，要怎么去面对那些天天在省政府门口抗议的留学生和务工者？而保守党上台之后啊，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团结各省，尤其是在特朗普关税的大棒威胁下呢，阿省和魁省已经出现分裂和独立的苗头。而给到各省更多的可以自由裁量的这种移民配额，是实现这个团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务实的另外一个方面啊，我们预计保守党可能会降低那些为了政治正确而设立的移民项目，比如说法语申请者的这个特殊低分邀请，比如说农业、保姆、护工等低技术含量的一些技术移民等等。而另外一个有很大可能加强的呢，就是商业类移民。一方面啊，保守党可能会对 SUV 创业移民进行改革，使其更好地带动创新和拉动就业，从而呢为经济服务。另外一方面啊，保守党也有可能重启已经停止了11年的投资移民，但方式呢不一定是之前的借钱的模式啊，创办企业、创造就业，甚至类似于美国EB5的投资移民，都是有可能的选项。其实啊，说句良心话，目前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呢，在自由党最后的疯狂中，已经是被改得面目全非。正经的留学生、高素质的技术移民没有任何办法移民，真正的工作、真正的雇主移民啊，有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而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却把歪门邪道用到极致，假结婚、假学历、假语言成绩、假公司、假工作，无所不用其极。实在不行，还可以抗议示威，甚至绝食；再不行，还可以引入社会的黑暗角落，彻底的黑下来。这里啊，您千万别往我们国人脸上贴金，一说作假就是国人所为。其实我跟您说啊，现在中国大陆移民和临时居民呢，只占到加拿大的1/15都不到啊，甚至呢，来自某个国家的临时居民已经是中国的10倍以上。人家作假的手段和为了移民而付出的代价和决心，我们是穷尽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乱局之下呀，我相信保守党后面将会带来的只能是更好，不可能是更差。只要稍微回归一点理性，将那些无谓的为了政治正确、为了拉选票的难民、法语低分者啊、低等级技术移民的配额给到真正的留学生和高素质的技术移民，一切都将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移民不怕难，最怕的就是来回变。美国的移民是难啊，一般的留学生移民拿到绿卡啊，都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的等待和努力是有盼头的，而加拿大目前左右来回摇摆的移民政策，让所有人都失去了目标啊！除了当韭菜被收割，没有任何方向可以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无论保守党未来的移民配额是多少，只要是政策稳定，都要比现在好。那么学签和工签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临时居民过多是目前加拿大社会的重要问题。那么在保守党时代，学签和工签的进一步收紧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那么留学方面，我们预计最坏的情况是取消毕业开放式工签，改以类似美国 H-1B 的指定雇主工签，从而从根本上提高留学移民的一个难度。而工签方面呢，加大对雇主和雇佣的一个真实性的一个审核也是必然的。但 LIMIA 并不会取消，这是加拿大雇主雇佣海外员工的一个根本。那么在意义中 ，LIMIA 的加分政策呢，预计会有调整，降低意义中低等级 LIMIA 的加分以及增加在加拿大工作时间的一个权重，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最后呢，我们再来预测一下亲属移民。亲属移民目前只有3大类：父母、夫妻和子女。未成年子女的团聚呢，移民人数相对较少，没有什么可说的父母担保移民是近年来的一个焦点。随着移民数量的一个快速增加，那么移民的海外父母来加拿大团聚也越来越多。那么需求呢快速增加，但配额呢却在不断的减少，这也形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对于亲属团聚移民呢，保守党的政策一直不是太好，我们不能指望呢保守党大量增加父母的一个配额。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改革的方向。第一呢，是学习美国，加拿大公民的父母团聚呢不受配额的限制，而永久居民的团聚呢则有一定的配额限制，需要等待更多的时间。另外呢，也有可能向澳大利亚学习，提高父母团聚的申请费。那么澳洲呢，是一个人要支付将近5万澳元的申请费，那么则可以减少排队的等候期。您可能会说这样用公民与永久居民的身份区别，甚至用支付金钱来筛选，是不是太不公平了？的确不公平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那些年纪大的、已经无力等待的父母来说呢，至少是可以选择的机会。而对于配偶团聚移民，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出现井喷式的增长。我相信保守党会加大配偶的真实性的一个审核，甚至会提高申请的门槛。你比如说未婚配偶同居的时间，那么要求有可能是从1年涨到2年，甚至更多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但是大方向上，配偶和父母团聚移民在保守党的任期之内不会更加容易，只会更难。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基本上把未来的移民方向梳理出了一个大概轮廓。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保守党上台之后呢，对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总体上呈现出是一个谨慎乐观的预期。好的方面呢，是移民政策会结束矫枉过正的一个混乱期，回到政策的一个平稳时代。那么联邦技术移民、省提名移民、商业类的移民预计将会有所增加。虽然我们不能奢望移民的难度会大幅的降低，但是稳定的经济类移民政策呢，会让真正想移民加拿大的优秀申请者有路可走，有迹可循。那么不好的方面呢，难民和庇护的人数呢将会大幅的降低，那么亲属团聚移民的难度呢也会进一步扩大，并且呢学签和工签的审核也会趋于严格，大龄留学移民将会成为历史。最后如果我们用几个词来预测保守党的移民态度，那么将会是改革、务实、谨慎和严苛。到底未来将会如何呢？让我们期待大选能够在5月份举行期待改变能够尽快的到来。后续呢，大伟也将持续的给您带来有关加拿大的深度分析。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